大家好，我是派妹，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。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击点赞、订阅和小铃铛，这真的很重要哦。很多派友说，数字人民币不可能搭乘派公链，数字人民币是中心化的东西，不可能搭乘 Pi Network 这条公链。还有人说，数字人民币想走向世界，不是有跨境支付系统吗？怎么可能到 Pi Network 公链上运行？在这里，派妹告诉大家，你我的认知可能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认知，你我的判断也是普通老百姓的判断。要知道，数字人民币横空出世，就是为了真正的走向世界。那么如何走向世界？现在人类已经迈进新时代，迈向了 Web3 时代。而代表 Web3 时代的产物 Pi Network 也横空出世了，它为数字人民币出海创造了足够的条件，所以数字人民币必须要搭载 Pi Network 这条公链出海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数字人民币如何搭乘 Pi Network 公链出海。疫情让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俄乌战争又发生了，这时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一下子就显示出来。所以这个催化剂就是俄乌战争。俄乌战争对于中国的数字货币登上国际贸易舞台是一个催化剂。2022年真是不寻常的一年，全世界经济危机非常严重，虽然目前还没有到全面爆发的阶段，但是2022年底可能会变得更严重，主要是因为以下的原因：一、年底冬天一到，疫情会更加严重；二、现在各国都搞贸易保护、贸易抑闭、金融壁垒，所以现在这个生意非常难做，所以拉动内需，搞全面统一大市场难度相当大。为什么说现在难度相当大呢？比如说中国12亿放水出去效果不是很好，就是说一个政策老是用可能会失灵，因为各国都用放水的手段。我们再来分析一下，放水在中国为什么都放不出去了？因为很多优质企业不要你放水的这个钱，同时，不优质的企业想申请放水的这笔钱，银行又不放给他，基础设施也建设的差不多了。国企搞一些项目，虽然暂时可以拉动一些经济的增长，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因为国企投资的项目是没什么效益的，这样产品经常会挤压，流动性会很差，实际上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很大的隐患。经济发展最根本就是要恢复老百姓的购买力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把老百姓的购买力恢复起来，这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的一个措施。那么一个国家如何在国际围堵当中，在贸易保护当中如何突围出去呢？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国际贸易怎么做还真是难度很相当的大。如果老百姓的工资很低，那么购买力也低了。有句话说国富民强，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，应该是民富国强，只有人民、老百姓富强起来了，国家才能强大，因为老百姓富起来了，那你的购买力就强，购买力强了，商品流通就快，产品生产出来就会流通起来，流通起来，那么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了，意味着国家有税收了，有税收了，国家各项事业就好做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全世界都是搞赤字财政，什么叫赤字财政？实际就是放水，财政钱不够用就放水，通过放水来盘剥老百姓。为什么放水是盘剥老百姓呢？我们一起来分析。美国不断的印刷美元，等于不断的超发货币，等于放水放到全世界，去掠夺全世界老百姓的财富。美国这个老师教得很好，中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人民币能不能像美元那样放水到全世界呢？中国也能像美元那样去薅一些羊毛啊。只有放到全世界去，全世界的人都使用人民币，这样人民币才会买到真金白银的东西，对吧？如果是这样，人民币首先要出海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人民币怎么出海啊？靠数字人民币出海很难，靠人民币纸币那就更难了。因为人民币出海首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：一、需要有一个像美国全球贸易金融结算体系 SWIFT 系统；二、更重要的是人民币还没有公信力。没有公信力，很多国家是不会要你人民币的。就比方说
两个国家做贸易，中国给他人民币，他不要，他给中国他国家的法币，中国也不要，那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，是不是？再比如，中国与俄罗斯兑换一部分人民币，人民币有几千亿给俄罗斯，俄罗斯给中国几千亿卢布，但是卢布给中国，中国放心吗？因为卢布已经贬值了，俄罗斯现在是靠着资源、能源支撑着，哪天俄乌战争结束了，卢布哪一天什么因素掉下来怎么办？所以这就是一个互不信任的一个过程，货币资金互相不信任。很多人说，中国不是有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吗？实际上，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不是很好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只能走几个主流的货币，其他的货币走不了。比如说，南美、非洲、中东、中亚这些国家货币都走不了。这其中关键原因还是数字人民币的公信力问题。首先，我们看看各国资金结算货币不信任的情况下，数字人民币要出海还有办法吗？有，那就是用派来做支付啊，借助派这条公链，这个派公链可以让数字人民币有公信力。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派公链是如何让人民币实现公信力的。数字人民币搭载派链出海那就容易得多了。现在全球230个国家都持有派币，派就起到一个桥梁纽带作用，就是说所有的法币都锚定派币。这时派币实际上就充当了美元的功能，充当了一般等价物，全世界锚定的主要结算货币的一个功能。那么这个派币就是大家都需要的，因为它没有主权国家在控制，是超越主权的，没有一个组织在控制这个派币，包括这个派主网运行之后，项目团队也要脱离派，项目团队也要脱离的控制权。这就是为什么派的开发进度会这么慢，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方面的考量，还有一个是生态方面的考量。为什么？开放式主网之后要面临很多黑客的攻击，到时候上万的生态要进来，很多人会问，派币来了，数字人民币是不是多了一个竞争的货币？对于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多了一个竞争的货币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肯定是多了一个竞争的货币，但是这个竞争的货币不是你死我活那种竞争，是那种相辅相成、此消彼长的那种竞争，是成就你的竞争。如果没有派币做中间桥梁，数字人民币出海非常难，走向世界也很难，其他国家的法币走向世界也很难。有了派币提供一个桥梁跟纽带，就变成相辅相成的关系，最终随着时间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那么一定是各国的法币慢慢的退出，慢慢会淡化掉。这个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过程，慢慢的派除了做全球结算货币、一般等价物之外，以后就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的汇率标准，全球汇率的标准以派作为单位，而不是以美元作为汇率的标准。那么这个派对各国的金融有没有冲击呢？是没有冲击的。首先，它是经过 KYC 实名认证的，对当地的金融、当地的法律秩序是一个拥抱监管的、迎合监管的，它是反洗钱的。派币的这个货币兑换器对当地的法币是有一道防火墙的，这个防火墙就是对兑换成国家的法币进行支付，所以对当地的金融体系是没有冲击的。所以说不存在排斥的问题，谁拥抱它最早，谁最有话语权。所以说派在中国落地，派作为超越主权国家的数字货币 Web3 的代表，那么它一定是会在国际贸易、国际金融结算，在各国法币、央行储备这个货币篮子里面，一定是比重会越来越大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到来。谁最早拥抱它，那么谁就最早收益，谁就有话语权。拥有派币的比例越大，就越有话语权。所以说派在中国一定会落地，这个是没有毫无疑问的事情。数字人民币借助派这个公链，一定会很快对接起来，而且会逐渐走向世界，会增加快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。数字人民币现在是一个零售型的人民币，那么零售型的人民币更需要借助派这个网络，因为派这个群体很大，矿工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数量非常的大。现在每天的注册量达到200万，那很可怕，到年底就几个亿了。
全世界的用户如果都来用派币，数字人民币是不是等于借船出海了？是不是一个很便利的通道啊？所以派和数字人民币，派和法币资金，各种法币资金是相互成就的关系，是合作的关系，这个是必然的事情。所以说还是呈相互成就的关系。派币可以让法币消除泡沫，更好的消除泡沫。那实际上也是等于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。如果觉得派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，麻烦给点个赞，留个评论，转发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